This channel, a systematic teaching, enables you to put an end to suffering and reincarnation. Please find the playlist of this series in the description. Mahayana Pure Land welcomes you. 下来我们来看第5个案例：临终助念往生。这也是刚刚发生的我们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一位义工的他的亲戚他的伯母叫做刘凤，她是广东海丰县这刘凤老人是位老太太，今年83岁，在7月7号早上往生。那么这个人呢，他生前对佛法基本上说是一无所知真正是靠临终助念来成就他往生那么他在生前不仅是没有接触过佛法，而且对于往生极乐世界甚至还忌讳一般世间人谈到死就很忌讳。那么他有6个子女，其中2个人呢是接触到佛法不久，对于净土法门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这位老人家患了肝硬化腹积水、心脏病、胆囊炎，这个病很严重。有病发作的时候他的腹腔疼痛的很厉害有呕吐那么医生只能用止痛药来给他舒缓那么到最后医药已经不能够救治他了，可以说病魔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痛苦不堪。那么当这位老人最后没有办法了，在家中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候，他的这个2个学佛的孩子呢就请这位我们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义工就是他的亲戚来帮忙那么于是呢他找到我我就给他介绍了广东兴宁市念佛堂这个曾颖彪居士他们有一个助念的团队可以说助念的非常的如法曾居士他自己本人助念过14年送过400多人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很有经验我就介绍他。于是呢向助念团请法请助念团来到海丰县。结果呢这开始助念因为这老人家从来不认识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助念同时也是对他的教育给他开示，给他说明西方极乐世界义正庄严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大愿还有往生净土有什么好处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最后阶段集中的去给他说法。那么一边给他开示和助念呢，一边呢给他读地藏经地藏经帮助他消业障帮助他这个化解那些冤亲债主这些冤业。那么结果大家给他轮班助念这助念是不停的，24小时不间断另外呢助念团很难得亲自自己掏钱出来给他放生让这些老人家的儿女们随喜替老人家消业障。
结果果然经过2天的助念，这老人家呢清醒起来了，啊，能认得人了，也能吃点流质的食物了，啊，那么大家看到老人家还好像清醒过来了，好了，也很欢喜，啊，结果这老人家因为他对于求生净土的愿呢不算很切，啊，所以呢他自己呀就这个难免对儿女对家乡有牵挂，啊，那么所以呢就要求要回家乡，回他的老家，去看看家里的人，结果呢这个而且呢他最疼爱的孙子回来，他就跟着这个孙子一起回老家，而且呢这个家里面呢不学佛的儿女还给他熬一些什么肉汤给他补身子，这都是甚至障碍助念团助念。所以一个人要往生之前不是那么顺利。那么他在助念过程中特别是当他决定要回家乡的时候就这个老人家好像见到一些冤亲债主会无缘无故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说赶快把门关上你走开就不要睡在我的旁边墙壁上的蚊子很多，密密麻麻的为什么老是有人站在我跟前就说这些胡话证明什么呢？确实有冤亲债主找上门来了结果助念团因为他执意要回老家助念团呢又随他一起回到老家。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身体非常的虚弱了，只能进少量的水那么助念团的人员判断他们很有经验，知道他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结果后来果然断气了这个断气的时候大家一直给他念佛而且呢这个一边念佛，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他做开示要他万缘放下，要他只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定要跟阿弥陀佛走见到其他任何的人都不要理会，不要惊恐只念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你到了极乐世界才有能力帮助你家里的儿孙亲人那里的世界是非常的美好没有病苦这个衣食受用都是无比的美好非常的开心，不会死的这么引导他结果一边助念一边开示大概是每半小时开示一次然后变成每1小时开示一次。那么等他断气之后经过了24小时的不停的助念大家助念的很真诚，都跪下来念。24小时之后，然后用这个探测器探测他的身体就是探的温度他们用这个探测器就比用手探摸更好了结果发现呢全身冷透他的这个只有头顶还有余温这是用温度计这是那种红外线的温度计探测出来的。那么除了这个全身柔软、头顶温热这种瑞相以外，那么还出现什么呢？这个难得的瑞相在这个老人家断气之后6个小时之后，大家都看到天空中
出现这个一圈一圈围绕着太阳的那种彩虹的霞光，持续了大约40分钟。而且呢，有一群大约100多只的鸟，也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很好看，这个在门口底下飞，绕了3圈就飞走了。然后又过了5分钟，又有一批鸟又来围了3圈，又飞走了。这种情境出现了5次，而且呢，天空中出现了一片祥和的这个气氛。那么全场人都看到了这种情景，甚至还有人看到了西方三圣在云端上显现。那么由于这个瑞相出现，这位老人家老家这些人都不信佛法的，更不相信有净土法门。结果这些儿孙这些家人乃至全村的人看到这种瑞相都感动了，都来给他助念，那么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这往生的人这么殊胜，全身柔软的像婴儿的这个身体一样，结果助念团这时候马上抓紧机会教育，他们这个给他出殡的时候用一个大喇叭放着阿弥陀佛的佛号，让这个佛号声响彻附近几个村庄。那么很多这些看热闹的人小孩都来，就组织他们绕佛，每个人都念得很法喜，这大家乡亲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别开生面的葬礼。那么这位老人家往生之后，他的这些儿孙都不约而同的梦到这位老人家容貌非常慈祥庄严，身体放着光，还告诉儿孙说，我从今以后不会再死了。所以这个例子显示出临终助念的重要。如果没有临终助念那这个老人家很可能都会堕三恶道。为什么呢？因为临终业障现前，在病苦中死去的，很不自在的走的，甚至迷迷糊糊的，连人都认不出来的，这样走的多半是三恶道。那么他的缘很殊胜，遇到了助念团给他助念，在他临终的最后的时刻来给他宣说阿弥陀佛大愿净土法门，他能接受，结果接受了，他念佛一样能够往生。所以印光大师有一段开示说，临终助念譬如切夫上山自力不足，幸有前牵后推，左右扶叶之力，便可登峰造极。所以这个人就很明显了，本来是对净土法门一无所知，靠自力不可能往生。那现在呢，有前牵着拉着他的，后面推着，左右扶着，便可登峰造极往生净土那么印祖又说，临终正念昭彰，被魔眷爱情搬动等破坏者，譬如勇士上山，自力充足，而亲友之时各以己物，
令其担负，担负过多，力竭身疲，忘崖而退。啊，这是什么呢？假如没有临终助念的，啊，虽然他自己很有功夫，正念昭彰，但是如果临终有人破坏他，啊，有这些魔眷呐，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些啊，他们哭泣、悲伤，让他生情执，啊，搬动他，让他生痛苦，破坏他的正念。那么就如勇士上山呢，本来自力充足，本来可以往生的，但是这些亲戚朋友这些人在旁边呢，给他加很多负担，各以己物令其担负。他上山担负这么多结果最后呢，身体精疲力尽了，结果也上不了山了。所以临终护持一个人往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心帮人助念，护持人往生，要知道这个功德很大。你真正帮助一个人念佛求生净土，你成就一尊佛那成就了一尊佛，他能度多少众生这个功德你有一份你今天能够帮人助念，到你走的时候，你往生的时候，也会有人来助念因果相应嘛。好，这是讲到临终助念往生的例子。